看重要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假日好，欢迎您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时事评论员胡文琪，一伦好，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持续来看到巴威已经远离我们呢，往浙江这边登陆了。好，那但我们也看到中国海警船日渐在台海中线追逐，而且在澎湖对峙。好，我们把图画出来给大家看哦。澎湖县在这里，它在澎湖县的西边。好，那这是陆海警船2502，好，还有一个竹富号。那凶手当然就是因为巴威台风哦，因为巴威台风来袭，所以就有2艘的中国海警船是直闯了海峡中线。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军舰在澎湖西边的海域逗留避风，所以引来了中国海警船前来关切。好，但是呢，因为巴威台风关系，所以共机是休兵的哦。但是呢，一共舰一海警船是现踪。好，我们看到这是国防部最新的资讯呢，说截至到11号早上6点钟都没有共机扰台，但是有1艘共舰跟1艘公务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好，对应照我们刚刚说的主要就是因为有1艘这个日本的军舰到了澎湖西边这边所以中国的反应有一些状态。好，但我们就看到日本高市早苗其实最新有曝光说川普的办公室有挂安倍晋三的照片。好，我们看到这是高市早苗出席了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致橡集会。他在致辞时就说无论受到多少批评不敢挑战的国家就没有未来。好，借此表达推动政策决心。好，那他甚至补充透露，他3月不是有到华府去吗？就看到川普的办公室里挂着安倍首相的照片前首相的照片。好，那川普一边怀念着说着晋三，一边谈论着他。他说，即使安倍前首相已经辞世了，但是川普依然在支撑着坚实的日美同盟。好，不要小看高市早苗说的话其实它里头政治的意味非常的浓厚好，那当然日本现在有民众对于修宪扩军这件事情还是持反对的态度。好，所以我们带大家来看，这是在新宿车站跟国会大楼前他们举行了集会。好，反对的就是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他们很担心民生会受到挤压。好，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这日本从2战之后一直都是自卫嘛，所以自卫队和平宪法，所以如果要再军事化，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好，甚至我们看到这段画面是有抗议的民众举着标语呛高市早苗，他呛什么？好，我们先从这个字来看，就是马什么的婆。好，那当然我们因为不懂日语的话不太理解，结果翻成中文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难听他说长着马脸的老太婆搞乱外交，让全日本国民蒙羞。好，那当然这个话就是贬义的词非常的重。好，那当然高市早苗成为首位女性首相，她说真的让人感到很羞耻。好，这些话都是抗议民众他拿着标语来呛瞎好，所以高市早苗在国内确实有一些反动的情绪甚至可能有一些危机，因为毕竟他的满意度现在也开始往下走了。好，那中国的军机到底会不会成为川普的压力呢？我们看到这个是霹雳16，其实之前就有一些讯息有出来霹雳16的射程变得更广了那这是中国新一代的空导弹霹雳16，除了让歼20挂载量从4枚提升到6枚。那这一型的导弹还突破了3000公里的超远射程，所以战场上呢就会直接威胁预警机还有空中加油机，那主要就会让美军瞬间丧失空中的优势。那我们当然也要再回顾这个中国除了有军机成为川普压力，那现在美国他不讲军机也不太秀肌肉，他秀什么呢？秀 UFO。 那一轮也是对于外星人最感兴趣的，从小就很喜欢看这类的电影所以我自己对这个也是一直在追。好，那他到底是不是有现踪到黄海呢？好，因为美国最新解密了40份档案就说包含美国印太司令部2025年提交了一段18秒红外线的影片我们就带大家来看这一段是美军的感测器在黄海上面拍摄。
显示感测器正在追踪一个被形容六芒星形状的一个对照的区域。其实呢，这个报告也详细的说了，2015年9月发生在德州附近的帕特克斯工厂上空有不明的物体入侵。那这个设施是美国主要的核武组装，还有维护跟拆解的基地。所以事发当下，整座设施随即进入到了封锁的状态。那到底是什么回事呢？目前就解密到这样子。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却解密了这个外星人 UFO 的事情也有些人觉得有点危机，是有一点玄机，是不是在转移焦点啊？好，那当然我们要看到美国的国防部也宣布追加5030万美元增购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的阻绝系统，还有这个岸置反舰飞弹的发射模组，想要进一步的扩充陆基反舰飞弹的部署。好，那到底潜舰够不够呢？因为美国海军现在它有无人潜艇还有鱼叉飞弹来打造水下猎杀网来抗中。主要就是美国的海军透过自主式的无人水下载具跟潜舰发射的 UGM-84的鱼叉反舰飞弹来整合，那建立一个可执行的远距侦测、追踪跟打击敌舰的分散式水下的猎杀网。要因应的就是中国海军近年的快速扩张，那以及有一个高能量的雷射美国军方希望研发新型的500千瓦系统希望能够防御针对伊朗、俄罗斯跟中国的巡航飞弹。好，那一轮查了一下，高能量的雷射它希望利用高度集中的光能在极短的时间把目标造成一个物理性的破坏，感觉是蛮强大的啦。那当然看到他们接下来研发的成果是如何。好，我们还是要回到台海的部分因为最近八威台风来了之后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就中国海警船跟日舰在台海中线有一个追逐的对峙情况。好，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这个八威台风来了，那个日本的这些它的船，包含日本自卫队，还有日本的类似这个海警船它就要出来出港防台。是因为我们是在港内就地防台，日本不一样，日本全部都出港。那这个八威台风它是往西北走，往浙江这个地方走，那它就往南边跑。那如果是往南边跑的时候，那日本的这个与那国岛或者是琉球，它就往北边跑，它看台风的走向。那这些台风走向是往西北跑，那就往它都是出港。那这个出港的话，有时候会到台湾海峡这个一带、中线这一带，有时候会到花东。它不是说一定是通通往西边跑，它也是往花东，它往两边走。那这一次的话，在澎湖海域，那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就来做执法。那做执法，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一方面没有驱离。那这个在澎湖海域，那中国大陆这个实施管辖权，它就过来执法了。所以中国大陆这方面的作为是很积极，而且目前的海象并不好，因为台风才刚过。所以会引进西南气流，西南气流会造成海象不佳，就是我们讲到的风大浪高，那这个状况，中国大陆也来了，那我们可能现在正在解除防台，但中国大陆已经出港执法，海警船出港执法，而且它出港执法，它一般来说都是吨位会比较大，因为你吨位小对海象的影响会比较大，但是吨位大的状况下，海象对它的影响会相对的减轻。那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执法或者是管辖权，由这一次的八威台风来看，中国大陆以后只要台风过后，它一定只要日本的这相关的船舰过来，不管是海上保安厅的还是日本自卫队的，中国大陆有这一次，因为以前没有。以前我看到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的出来之后这个8艘10艘，它不是1艘2艘好多因为它出港防台了，变成一个群带，中国大陆也在防台，台湾也在防，大家都防台。那这一次的话，中国大陆也跑出来做执法。那另外我们来看，就是中国大陆这个远程的空对空弹霹雳16，霹雳16最大的射程大概达到300公里。它现在为什么？它将来要装在这个歼20或歼16或者是歼35？那歼20、歼35呢？它可能稍微的内置的弹仓可能要稍微修调一下。因为霹雳16一般来讲空对空飞弹大概就是2公尺多，但是霹雳16因为它射程远，它里面的燃料段、推进段比较长，
它总长度是3.8公尺，3.8公尺很长哦，对一般空对空飞弹来讲是相当长，因为它毕竟要射远程。那它这个可能这个歼20已经修改完毕，那歼16就没有关系，歼16它挂在它的派龙架就可以了，它外挂就行了，因为歼16它不是逆中，挂在外面不会影响它的这些，反正杜普勒雷达已经看得到它，那也不在乎挂了2枚或挂4枚的霹雳16，所以这个是没有影响。但是歼20要挂这个霹雳16的远程空对空飞弹，那就要稍微调整一下，是，因为内置战场如果要挂在外面，但是破坏了逆中，那这个是做什么功能？因为它打300公里，大概针对3个目标。第一个，空中狙击机，空中狙击机有看到这个，它就会向后退，因为它打300公里，如果中共的战机来，它要保持300，为什么？要不然被它打到。第二个，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也是这样，它叫空中加油长要稍微修调。第三个，轰炸机，也专门打大型目标，所以霹雳16是打的大型目标。它可以打的还蛮多的所以当然大家就会觉得，是蛮有威胁的。好，彬哥怎么看？我觉得日本的海警船虽然说它是因为避台风，所以到了台湾海峡，那甚至它有一艘招呼号还跑到我们淡水河口24海里。那你说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出来，因为它现在宣称这附近海域都是由它管辖，所以它会出来弄。那我们的海巡船呢？因为台日友好就不需要看它吗？你怎么知道他来干嘛呢？他说避台风，你就相信他避台风你不需要监视一下吗？他万一来收集一些相关情报了，或是来做一些什么事情，不要忘记我们跟日本是有领土纠纷的，你忘了这件事吗？所以你们就任由日本的船随便到处跑，理都不理他。所以你看 EEZ 就没有，我们也都闷不吭声。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奇怪？我们的主权到底被民进党政府当什么？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而且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都有船在那边相关监视，你就可以跟中国大陆海警船来讲，我们在这里，这是我的海域，我来负责执法。那现在你都放任让中国大陆海警船到处跑，那以后他堂而皇之啊，理直气壮啊，你们都不执法，我来啊，不就这样吗？所以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真的搞不清楚我们的政府单位他到底知不知道主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这简直莫名其妙到极点。然后还一副我相信他们这2天又在宣传，你看中国大陆海警船亲门大户，那日本有什么理由要跑到台湾海峡来？你告诉我，他要避风，他不会回到日本去避风啊，他往上避不就避开了吗？他为什么一定要到台湾海峡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拜托，这是我们的领土，我们的疆域，民进党政府不要这样白白就送给别人好不好？然后这个高市现在还想要跟川普拉这种关系，哇，好像川普多怀念安倍晋三，你真的相信吗？我都怀疑，以川普的记性，他真的讲得出安倍晋三那个训奏。晋三，对，我不太相信他会讲出来这个话。那但是他现在必须面对，就是因为日本国内经济持续不振，然后他又把大部分的重心放在要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要修宪上面，然后他自己内部的各种官司，包括抹黑门，包括各种各样的批评，甚至他自己的学历都出问题，所以学历经历都出问题，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现在很多人就对他不满情绪越来越高。如果只是一次的示威游行，你可能会觉得就是一批不满他的人，其实不是哦，这个游行是每个礼拜都在做，然后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然后现在是人越来越多，到昨天听说有27000人，然后11万人在线上示威。所以这个情况看起来并没有消减。正常，你一个示威活动，你旷日持久之后，慢慢人潮会散去，结果不是，人潮反而越来越聚集，所以表示高市在国内的不满意的声音越来越大。他现在他的制度已经掉到50%左右，5成边缘，然后他的不满意度也到4.8%、4.9%，所以他已经快要越来越接近黄金交叉。所以我真的觉得高市如果再不把重心转回来国内的话，他搞不好。有现在很多判断预测，他搞不好在夏季就直接完蛋下台。好，文琦哥怎么看？我是觉得日本玩这些小动作，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啦。就像我们讲的，如果他真的是要避台，其实不管往南走、往北走，其实他早就知道了嘛。因为八威台风不是突然临时生成的，所以我觉得他玩这种小动作，所以你才看到了绿营的王定哇又大肆说你看，这就代表台湾跟日本的军事的某种程度的怎么样合作。其实他们就在互相取暖，所以日本的这些，我觉得他也是有点刻意的啦，要去营造这些，但是令人失望的当然就是
赖政府的所谓的国家主权的一个意识。回过头来，你来看一下所谓的这个禁三，我不晓得啦。川普跟这个高市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进香团的禁哦？因为什么禁散？因为我讲只有一个可能性，假设川普真的有这样讲，就金斧头、银斧头跟木斧头，记不记得第一次安倍晋三送给川普$3700，哇，高档的黄金颜色的高尔夫球杆。接下来我们的高市早苗想说，问一下安倍昭惠说，可不可以再送第2支？我不晓得我们的川普是不是想说禁3有没有可能再来第3支？否则坦白讲，我觉得高市早苗某个角度，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非常的奇怪，有一点点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他一定不要忘记，当他第一次造成的所谓的中国大陆跟日本的这种竞争，就是有一点国家有一些裂痕的时候，记不记得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时候，第一时间乃至于后续，川普有没有帮他讲任何一句话？没有。所以我说这个高市早苗的人格特质非常的奇特，包含我们讲的。好好的事情，好好的日子你不过，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要闯进来，一直告诉大家说，如果这个不敢挑战的国家就没有未来。我不晓得高市早苗到底有没有看到自己现在从抹黑门的事情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来，民调向下降。所以当我们看到了日本的民众站出来的时候，我跟一轮提醒一下，不管他之前自民党的派系的石破茂啦、岸田曾经批判过他，连日本在野党的一些主席都说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性别主义，真的支持女权。所以我说高市早苗现在会被人家羞辱。某个部分就是咎由自取，因为高市早苗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日本的民生。套句我们常常讲，笨蛋，问题在经济。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接下来自己要好自为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这个霹雳16，我只能说，中国大陆的飞机的这些进步哈，我觉得值得台湾去好好的学习啊，人家是怎么样的进步。可是你看到了所谓的美国的 UFO， 我只是刚刚我们私底下在聊，我认为它极有可能真的是企图要转移焦点。为什么呢？记不记得它 AI 的图，它合成的它自己是所谓的上帝。事实上，在所谓的伊朗的战争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状况下，美国基本上是捉襟见肘。坦白讲，他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成绩，包含说美国的这个通膨能不能够下降，其实到目前为止是说不准的哦。所以他希望用这件事情来转移焦点的可能性极大。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至于所谓的这个这个所谓的5300多万的这个所谓海军陆战队的远征主角系统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只是在第一岛链，套句我们台湾话就是棒腿安高薪，它是要做给大家，因为这是一个第一岛链的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小系统的一个规划。好，所以如同文琦哥刚才讲，其实川普跟高市蛮像的哈，因为都是笨蛋，因为他们的问题都在经济。都在经济。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目前我们来看伊朗跟美国之间的战争因为呢又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了哈。好，川普就说现在好像不想停战因为伊朗大反攻也呛放马过来，狂轰4国美军基地打击 MQ9 无人机库。好，那甚至现在川普还下令要报复伊朗那美军发动了本周第3波的空袭，目标曝光。好，起因就是说这个伊朗公然的攻击了塞浦勒斯级的货柜轮。好，我们看到画面了这艘货轮呢是遇袭之后引发火灾，机舱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航行。那而且有1名平民的船员下落不明，所以美国这边蛮生气的。好，所以他说伊朗已经违反了这个先前因为攻击商船被究责后他曾给予他遵守停火备忘录的机会，但又食言。所以美军在川普指示之下展开空袭，那让伊朗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好，赫格塞斯他讲说，伊朗做出糟糕的选择，他们现在就是要付出代价了。所以美军3度的空袭伊朗，革命卫队也呛船违规才开火，现在又再度的封锁赫姆兹海峡。好，最高领袖也誓言复仇，伊朗重申拒绝和美国和谈，除非川普先达成这些条件。好，也就是包含解决了赫姆兹海峡的运输问题，还有伊朗石油出口
正常化等等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哦，其实呢就一直不断的重复不同的状态，但是都是同一套剧本啊。好，那穆吉塔巴点名美国以及以色列领导人说啊，你们之前对我们的这些攻击，还有屠杀我们的人民对所有的凶手身份都已经掌握，留下证据他们将带着希望能在年老时安详死于床上的愿望一起进坟墓，因为这个愿望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好，有这样的呛虾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川普其实蛮担心的。之前不是还换过他的这个空军1号嘛？好，那当然中国大陆现在双发战机首高调现身，在美国练15成功的进军波湾市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空军操作就是录制的练15战机，已经在美国境内执行任务。好，那这个是骑士特技飞行表演队的成员现身纽约的4夜航展。这些录制的战机取代了阿联空军原有的意大利马机 MB339的机队。那现在美国也放宽了对阿联先进 AI 晶片的出口管制。川普说，我们不卖晶片的话，中国就卖了。好，那这是美国商务部10号的时候放宽的限制，涵盖辉达 AI 晶片、军事装备、商业卫星以及太空船等关键的技术。那这项决定被视为美国跟这家跟海湾盟友关系升温的一个重要指标。那目前呢，这个美国商务部呢有做一个这样子的放宽，所以呢说这个有曾任川普第1任期跟拜登政府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有警告说，会构成巨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就像是原油市场一样。阿联会为全球最重要的 AI 运算中心之一，但是也会为中国开了一扇后门，担心中国会有后门。那这是不是源自于呢？因为刚刚不是讲到吗？这个新的空军1号安全疑虑这是纽时揭露的。所以有多名记者现在收到川普的传票，主要就是因为他搭卡达镇的新空军1号来参加北约峰会，离开土耳其时又搭乘的是这个天蓝色跟白色涂装的旧机。那纽时就已经有收到传票了，他说美国司法部已经有下令几位记者前往联邦大审陪审团来进行作证。因为涉及报道了川普的卡达捐赠新空军1号安全的问题。那纽时报道这个是有安全疑虑之后，那川普政府有向他们发出传票，在15号要来作证，涉嫌违反了联邦刑法意识几下就打掉好，那经济学人的民调也说多数美国人认为川普利用职权来谋利是高达60%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他有谋取私利。那他现在看起来这个支援率是-25个百分点也应该就是满意度啦创下2届任期内最低的一个记录之一。好，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伊朗的部分现在看起来伊朗把博德加他直接打击他们的 MQ9 无人机库当然也是有备而来。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因为MQ9B 是这个侦察机，美军对在伊朗实施轰炸的时候，总要战果侦照、战果侦察，看看伊朗的战损的状况如何，要不要在后续用兵或后续打击。那这个 MQ9B 侦察装备非常的好，又是 EO 电子光学，又是这个晚上的时候用 IR， 就是我们讲红外线感测器，然后也可以天气不佳的状况之下，也可以用合成孔径雷达，所以非常好。但是它的短板就是说，它太慢，它的一般的它的执行任务的速度大概就时速300多公里，那你300多公里对一个航空界来讲速度很慢呢。那伊朗的所部署的这些短程的防空飞弹就很轻易就可以把它打下来，就是进入攻击的包络线，等到你确实进入，你在还没有脱离之前发射，那这样子就会把这个 MQ9B 打下来。所以前后被打下来的大概有30架，如果包括在这个红海的也门的胡塞组织打下来，那就可能数目还要更多。所以 MQ9B 有好的侦察装备，它的发动机是不是要改？速度太慢，螺旋桨它是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应该要喷射的，但是喷射的可能成本过高，可能美国要去研发新的一款的这个高空，又不要像 MQ4 太贵了，全球之音的太贵了。
那你可不可以有一个刚好在2个要比 MQ9B 性能要好一些，折中版，对，要有个折中版，要比 MQ4 来的便宜，那你要找一个折中。那美国这方面的选项反而不多，没有像中国大陆啊双尾蝎啦、什么翼龙、飞龙那么多的无人机可以选，针对任务特性。然后我们先来看阿联酋，阿联酋因为产石油，所以阿联酋非常有钱。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了。然后他有钱呢，他现在这个他原来用意大利的。这个意大利的这339的喷射教练机呢，已经毕竟老旧了，那他现在要换，那就是这个教练15。那练15呢？那中国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它有几个优，第一个它有价格优势，大概一架看你的配备如何，你要不要配火控，还有配拍龙架，那就比较贵一点，大概就要3000万美金一架。如果你只是阳春的，那大概1500万美金就有了，所以好便宜啊！那我多买一点。买美国的一个中队，可能可以卖中国大陆2个中队到3个中队，那当然要。第二个，它比较稳定，因为要练19了，平常的时候可以做教练机，打仗的时候可以做轻型轰炸机，就是我们讲的攻击机，那干嘛不要？它多功能呢。那所以这个阿联酋就选择的教练15，那先进入，那将来会不会说将来买中国大陆的这个歼10，或者是将来的歼35都有可能啊？你有教练15，它很容易做一个这个机种的转换，因为这中国大陆制的嘛，那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而已。好，彬哥怎么看呢？这个现在看起来双方战事又在起啊，可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这个战事规模不会再扩大，因为双方都力有未逮啊。美国现在它的很多主力部队其实已经撤离中东区域了，那它的林肯号最近才传出来说，因为执勤超过207天，舰上官兵已经怨声载道，那个士气越来越低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还能撑多久？如果在那边持续撑下去，我看不要。当然，你说兵变可能性可能没那么高，但是恐怕跟上次福特号一样，又有人放火烧船了，搞不好哪里又烧起来，谁晓得？这个很难说。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讲，虽然现在看起来他搞不定伊朗，可是你说在持续增加兵力吗？重新把军队调回来，跟伊朗结结实实打上一仗吗？我认为这个对美国来说应该不算是个选项。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双方怎么样calm down，然后继续谈哦。那可是问题是，这个目前双方都还有一些症结在这个地方。那你看穆吉塔巴他讲的是很狠，好像刚好呼应了最近就是媒体传出来说，这个伊朗要暗杀这个川普。可是我说真的，伊朗当然我相信他们内部想要干掉川普人大有人在。可是现在这个阶段对伊朗来讲，干掉川普是件好事吗？我根本不认为，伊朗应该也心知肚明。第一个，如果你这时候去干掉川普，不管他继任者是谁，这个人大概就有充分动用所有军力来攻击伊朗的非常良好的借口。如果美国真的动用全部的力量，而且这时候北约也会参战哦，因为对北约来讲，它就有充足的参战理由。那伊朗还挡得住吗？我看恐怕是很困难。更何况，川普大概是史上决策最错误的美国总统吧。有了这样的一个敌手在，伊朗应该很高兴了，应该要持续留住川普啊。对，因为有川普在，对伊朗绝对是件好事，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在短期内去执行所谓的暗杀计划，所以我想双方大概之后还是维持这种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渐进性的一个状况。那导致现在美国，我觉得他们对这个阿联酋要放宽 AI 晶片，其实川普不小心说溜嘴一个事实，他说如果我们不卖，就换中国大陆卖给他。其实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代表美国内部评估，其实中国大陆的晶片，就算现在能力赶不上美国，但是大致上也是可以用。也就是你要在发展 AI 这一块的话，如果你拿不到美国的先进晶片，用中国大陆那一套，你多用几个晶片把它串联起来去用，还是可以用，还是一样可以运算。所以显然中国大陆在 AI 这边跟美国就是大概差个1步左右的距离了。所以对美国来讲，如芒刺在背，他必须要全力去压制中国大陆的发展。所以川普不小心说出了一个现在越来越像是真相的事实。是，好，文基哥怎么看呢？我觉得要先用周星驰的电影《恶心》啊。当我看到不管川普的这种所谓的满嘴胡言，或是他的赫格塞斯讲的那些狠话，我觉得应该援引一下梁文杰的话，改变一下，不是先讲先赢哦。
不是先讲先赢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在看到目前所谓的打打停停，是不是已经变成一场僵局的状况下，我们要问的是谁先挑起这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因为是美国先去打所谓的伊朗。第二个，当时候在还没有破局之前，奥巴马时代的6边会谈的那个会议是谁先破坏的？还是我们的川普嘛？那今天你又要怪说啊，我是不是有给你机会？我只跟一轮讲，今天会发生这些。美国之前我们讲他为什么犯了所谓的致命的战略性的错误？因为他把伊朗搞成了群龙无首，不管是之前的伊拉克的海珊，或是什么叙利亚。今天哈米尼死，我们才会讲说为什么现在的整个伊朗的政治结构，当然你说穆吉塔巴讲的那些话，基本上3个，一个革命卫队，一个就是他，一个就是现在政府的这个政府高层裴泽斯基安他们总统，现在他们的所谓的专家会议所推举出来，他只是一个不稳定的状况下，到底谁可以说了算？到底要不要跟美国继续干到底，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今天美国人自己要考虑的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说他发出了这个穆吉塔巴发出了这些所谓的我要让你怎么样啊不安稳，其实又引现了我们讲的嘛，这有点类似张天青讲的间接的影射，他让你永远都很害怕，有一天我如果下了总统，我到底会怎么样？这个就是他，就我们之前讲的大马西迪、鲁西迪的那个案子，所以我觉得就目前的态势，伊朗到目前的做法基本上是完全的战略正确。虽然他的武器现在越来越少，因为我们看到了沙烏地阿拉伯的所谓的东西油管的那1200公里的线，还有所谓的我们说到所谓的阿曼湾的一些东西，伊朗的武器也在越来越少的状况下，我认为美国跟伊朗这场战争，我觉得只是歹戏拖棚。回过头来，你看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空军1号的事情，我才能讲。你看到他的别别扭扭，之所以会就是怕丢三落四，自己会不会被成为一个攻击的重点？我认为，其实，在川普的心理里面，他早已经存有了一个阴影，所以他才会说我是听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密情局 CIA 的这些什么规定啊。然后他后来，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之所以会让人家讨厌的，我觉得美国人当然还是一个进步的国家。你看到最后的一个背板，有大部分的美国人，超过一半人觉得他有问题。看看日本的消息，这是高市早苗。看起来日本一定要强调我跟川普的关系多好啊，多密切。所以呢，他公开有个谈话，他特别讲到，他去访问华盛顿的时候，看到川普的办公室里面挂着安倍晋三前首相的照片，而且川普还一边怀念着他，一边说晋三呐，晋三呐，那一边谈论这个安倍过去辞世以及过去的交情所以他强调重点是一直支撑着坚实的日美同盟。哇，讲的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可是我好难想象川普会有这样的神情了但日本呢，现在用2战的装备给新装备命名的时候，倒是引起了一些蛮负面的讨论，包括了英国、意大利、日本3国联合研制的叫6代机项目。那么日本要给它的名字取叫烈风，因为过去2战他们是侵略国，就用这个过去2战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当然引起了一些不当的想象。而本来呢，这个海自新建服役当天去悼念同名也是一样，过去侵华的这个干将，用他的这个名称来为他悼念的时候，变成了6月29号在广岛入列，也引起了一些大家觉得你是在为当时2战侵略国不但没有反省，甚至还在怀念，成为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个象征吗？东京有2.7万人集会，是要抗议高市早苗的，抗议要高市早苗下台。那当然，这当中的一些抗议的，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一下有包括了反对修宪、扩张，还有武器出口的这些部分。这些抗议的人潮里头，人数不少。那么当然。更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万一在搁置民生、通膨的情况之下，一步一步用军武来让这个日本可能会有战争的风险嘛，所以民众的抗议还有日本的纽西兰外长去互相的见面，日本跟纽西兰2位外长的见面被解读是不是就在联合要来抗中吗？还有印度的莫迪也去访问了纽西兰，说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呢要买了印度豪值2.5兆
这么高的金额，要豪掷买什么？战车要现代化，升级上千辆的坦克。那么要因应巴基斯坦跟中国有 V24的坦克车啊，解放军全新的世代百式的坦克车的威胁。上次有这个飞军机，感觉它还是赢麻的宣传，现在战车也要赢中国了哦。但是现在这样的抗中的队伍里头，有没有办法真的成型呢？包括了中国大陆啊，在实控线沿线表示说进行 AI 军事集结的内部运作，这个在西藏啊，解放军说部署了能够有360度全方位持续监控的光电红外线监视系统，有 AI 的平台，这个距离锡金邦的边境大概只有150公里哦，被认为这所有的部署其实射程打击目标都完全包含了印度的军事设施的范围。那么当然有一篇报道说，韩国的外交白皮书2025年开始就已经发布，告诉大家说务实外交对华关系要重回正轨。所以呢，就算这当中有很多的14个国家呀，支持南海主权呐、归属的议题呀，要拉韩国加入，但显然韩国缺席不加入这样的行列。杨老师，我刚刚不是讲，现在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包含日本、韩国，甚至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在鼓动就是民粹，然后呢，这个反中，那这样子一些保守针对性的这种仇恨性的对立在民间当中，其实在不断的酝酿。那各位知道吗？今年2026年，全世界的国防预算加起来多少？3兆美元，这里面来到1.6兆是军火产业的产值，所以如果以现在大家增加国防预算，欧洲、北约说要达到GDP 的5%，那如果不断这样子，到了2040年，现在推估全世界的国防预算会破6兆，而军火产业的产值会来到3兆美元。各位，你知道3兆美元是多大？会比当时的手机加电动车加 AI 的产值还要高。这表示什么意思？有很多人赚钱呢，很多人靠这个赚钱，不断的在买武器，欧洲也好，日本也好，台湾也好，美国也好。那当然你看到中国大陆跟全球南方国家、东南亚也都在如此。各位，这表示什么意思？军工复合体背后，你要打仗才能够持续的花这个钱呢，所以会有更多的人在策动这种情绪的，然后呢民粹的，甚至对立的。因此，当你不断的在把，比如说你的军舰，日本的军舰命名，去跟2次大战侵略他国的军舰做连结，甚至还去投放花篮，那你看在那些被侵害、被中国人民的眼里面，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另外一个伤口上撒盐，不是吗？我必须要讲，像澳洲，不是说你要跟日本建立什么战略伙伴关系？对不起，唯一攻打过澳洲的国家就是日本啊，不是中国我也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去打澳洲。澳洲一天到晚在喊这个中国威胁论，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利益，有很大的大国之间的权力关系，然后呢，媒体被跟着走。所以像日本这个晚上，这已经从2月份开始到现在，几乎每个周末在日本东京的永田町，也就是它国会所在，晚上为什么会是晚上？因为天气比较凉，然后呢大家下班，然后这里面其实60%以上是年轻人，那大概50%以上是女性。那我上个礼拜在早稻田大学的校园，我还看到2个人大的招牌海报，坚决反对战争，反对修宪。我看到那个，我心里面想，还好大学生有这样子的这个正义勇气，因为整个日本现在的这种氛围被高市在媒体上、在政治上带引的，就是这种抗中保日的氛围非常强，尤其在网络上，它叫网络右翼。像这些日本的企业，因为大陆对日本的军工产业采取稀土跟稀有矿产的制裁，那也会影响到日本的企业啊，他都不敢去跟高市怎么讲。为什么？因为就怕网络媒体的这种漏收攻击。所以整个是这个
就是氛围哦变得非常的右倾、民粹。而我刚刚讲的那一些示威抗议，在我们的电视上看到，在日本的电视上看不到的，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也很少报道的，在一些周刊上面有出现。所以主流的媒体这种自我克制哦，对已经超过2-3个月的这种示威抗议，他居然不把它当做一个重要消息的报道。为什么？因为高市已经决定就是要去修宪呢。你一修宪，不就代表着整个日本完全向右转，回到2战时期的这种氛围吗？所以难怪人家会质疑你的再军事化是不是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这个时候，我觉得日本一定要自己相当的谨慎，不要被拱火变成你不是姓副警长你搞不好变成代理战争的场域也不一定啊。厉将军，讲到印度的这个战车我们就要轻松一下，要讲一些印度战车的发展史，让各位观众开心这个他现在居然要花2.5兆，花那么多，要升级上千辆的坦克。其实印度自己本身它有自制的坦克，叫阿琼战车它这辆战车哪一年开始研发呢？1970年开始研发，研发了多久才正式装备到陆军呢？研发了34年。34年，到2004年才正式装备陆军。那他怎么研发呢？原来设计这辆战车的重量是58吨但是他发现不行，我钢板要更厚，对我炮要更大，我带的炮弹要更多整个从58吨增加到68吨是全世界现在来讲最重的一辆战车这个比美国的 M1 战车，比这个德国的豹2战车都还要重，那雄壮威武。但是没想到这么重一辆战车开出去以后，在2004年开出去以后，因为它的履带这承受不了那么大的重量，就走不到200公尺，履带就断掉了，花了一辈子研发的，就停下来了。这是印度的战车然后完了以后，你看它现在居然要再装配什么战车呢？要再装配 T72跟 T90这2款2制的战车。T72战车是什么时代的？是70年代到现在将近50年的战车，你现在花钱去升级它，合不合理？那 T90当然比较新一点，但是它也是90年代。可是我们再从俄乌战争之中看到，俄罗斯所用的 T90战车几乎都被当乌龟一样打在路上，被打得很惨。那这也就算了，你现在去升级这种花那么多钱，你去升级这种战车，值不值得？有没有必要？另外我们看到这次来讲，在前几年不是中印有好几次的边境冲突吗？这个2020年这个在中印边界冲突，那冲突地方都在哪里？都在高山上面的。我从电视上新闻，大家去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就会注意到，那印度战车这个雄壮威武，开到山上去，准备跟解放军对干一场。就开到山上去以后，就发现那个山上面很多是山谷啊、桥梁啊，结果就断掉了，桥就断掉了，战车开过断掉，战车就掉到这个山谷里面。但是三哥还是不服气，他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全世界最高的战车保养厂，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战车开不下来，现在战车还在喜马拉雅山上面，他只有把这个维修保养器材送到山上面去做保养维修。所以我说，印度它发展这种武器确实是这个没有全班一个构想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印度的战车发展史。但是我们看这个旁边这边，我们看到这解放军在这个日喀则这边部署了这种无人机，它有2款，一种是无侦机，一种是攻击11。无侦机是属于侦察型的飞机这个攻击11它是属于这个察打一体的战斗机。那无人机。那你知道有攻击11一定有什么飞机呢？一定有歼20这个 S 这款战机日喀则那时候这个中印在这最早的中印边界打仗、中印战争的时候，中国大陆吃亏在哪里？就是它因为在山上嘛，它这个山上面喜马拉雅山群山峻岭里面，它没有机场，所以它就没有空优。那反而印度因为在平原地区，它有一些机场，所以在中印边界战争的时候，印度平常讲它是具备空优的。可是现在是完全形势已经改观了。如果解放军在日喀则这边部署了这个歼20这个然后用攻击11当做它中程僚机的话，那对印度来讲，那种是威胁很大，而且距离你看就150公里说打你就打你。但是印度可不可能打到这个机场？不可能，因为它是仰攻那仰攻要打150公里，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三哥，我希望他这个在地缘上战略上面来讲。不要光凭军事啦，一定要在政治上面发挥智慧，好好跟这个龙象好好相处才是正规之道。董哥，
高市早苗最近的民调在下降哈，最近有一份民调叫荔枝传哈，他做的民调，高市早苗已经变49.1了。那共同社还是很高啦，其实对，但他原来那时候当选7成几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上任以来最低的。那前面共同社那时候，因为他们也做了民调，民调是因为什么会有这个民调？因为高市早苗陷入了一个叫做抹黑门。他选主席的时候，他抹黑林芳正他的对手还有小钱，那这个已经被揭发，而且大概就是事实了。为什么？因为跟他合作的那个人已经出来讲了他们怎么用 AI 做假的东西来攻击他党内的对手。那这个抹黑门他其实发酵对他非常不利。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2战以后大概没有一个首相像高市这么走军国主义路线。他这个路线就是军国主义的，不用讲，越往下走自己越开心那他认为说美国可以当他的后盾，所以他一直死抱着川普看到川普就小鸟依人就自己就很多动作，你就觉得很不得体。一个首相不需要这样，可是他认为我是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那北约应该延伸到这里，以我日本为主他现在你看他所有动作都在搞这个，那搞这个就去拉拢小马可仕，我们来抗中莫迪。他跟莫迪见面就说，你看莫迪称我是漂亮的妹妹，结果前2天印度的外交部出来否认，只说这是妹妹，没有说漂亮的。印度的外交部出来否认。好，那又去拉拢纽西兰。其实这些国家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是他们这号称威胁，就好像杨永明老师刚刚讲的，你澳洲、纽西兰，中国对你会有什么威胁？他对你那边会有兴趣吗？你自己也搞清楚一点，你看距离有多远？我觉得这些这2个国家过去因为要扒着美国搞五眼联盟嘛，加一个英国跟加拿大就五眼联盟嘛，就要来抗中，那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因为川普现在最在意的就是集中选举，11月3号选，那现在的时间剩不多了，他现在所希望就是习近平能够给他一点对他选举有利的情况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高市早苗一直去讲我们跟美国交情多好，美日同盟。其实川普说我在打伊朗的时候，我请你日本帮我出兵，你都不肯，你什么同盟？其实心里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跟中国大陆现在关系很不好，那中国大陆现在抓了好几个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一些干部，这些人要干嘛？这些人要偷运稀土到日本。被抓起来了。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对日本这种工业大国、G7的国家来讲，稀土对它是非常重要。被中国大陆掐住脖子的话，很多商社还有那些大的机械工厂是受影响的。所以高市早苗自己觉得说自己弄得很开心，但是其实他真正对国家的伤害，就是那些人要上街头的原因。好，接下来看看美伊的冲突，这个停火协议非常的脆弱，脆弱到我们的标题是这样下的：美伊又开火了。讲好的停火呢？那么美军公布了最新的轰炸画面，透过画面可以看一下这由中央司令部在美东11号的晚上发布的消息，立刻又对伊朗发动了第3轮打击，回应伊朗11号又攻击了荷姆斯海峡的一艘货船。美军稍早已经解除军事行动，一共摧毁大概有140处的伊朗军事目标。美方展现武力说我们要跟你客气，不过伊朗也一样没有在当塑胶的，没有。他说反攻呛放马过来。伊朗也继续扬言狂轰4个国家在中东海湾国家美军基地，打击包括了约旦、卡达、科威特跟巴林这里的美军设施。那么第一阶段呢，包括了有伊朗陆军也出动了多波次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位在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飞弹弹药库、雷达站，锁定巴林等等的。这一阶段呢，在航太部队打击的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等等的这些位置。第2阶段则是以弹道飞弹攻击卡达为主要的目标。那么宣称已经摧毁了基地内战机维修中心、指挥管理站。显然，美伊双方又来了，又没有再客气了。跟伊朗、以色列之前的情报说要被暗杀有没有关系？看起来有密切的关联。但美军是不是真的已经兵疲马
马困是这样说的哦，这些航空母舰到中东去执行任务，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步。现在还在的是林肯号，先前那个失火啦、马桶爆掉的这个已经回去修了啊。林肯号这一艘是有5000名的官兵，结果呢，几个月以来，已经连续207天都没有靠港的在中东部署，已经打破了艾森豪号航母的连续航行记录。那么已经让内部很多官兵表示身心俱疲，人人自危，还写信去跟家人呼救，说他们的心理生理健康都处于危险之中，需要帮助。那么家属们匿名爆料，表示极度的担忧。而美军我们相对来看一下哦，6月30号在美日的联合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的军演里头，美国的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了一枚叫做 AGM-158C 的远程反舰飞弹。央视的报道呢，这个部队在渤海某个海域完成了这个新型的末端防空导弹定型的试验。官方披露的细节看起来，这套新的系统对象正是美军模拟的隐形靶弹，暗示中国海军在末端的防御系统上已经有了针对性的技术准备。所以当我们看到了现在在美军各种的部署里头呢，而中国的新一代的空导弹的霹雳16再次受到关注的原因，当然就是美中在这个军事的秀军力的情况之下，取消中央弹翼的后射程直逼300公里呢，把整个内容做了升级跟弥补。而美国忧心的是，这个弹头拥有突破300公里这么远的射程，担心美军的空中优势也将不在了吗？当然，川普新的空军1号先前从北约回来，要旧机换新机换来换去，不就是那个被暗杀疑似这样的情报吗？结果呢，川普的新空军1号有一个防御漏洞，这个消息难道是国安机密不可以告诉别人的吗？所以司法部传唤了《纽约时报》的记者要查泄密啊，因为美国司法部传的这个《纽约时报》4个记者由大陪审团传票，强制要求披露到底这个空军1号总统的专机有的防御漏洞出了什么问题，从哪里来，到底是被这个曝光了，因为认为是个国安消息，披露总统花时间到土耳其的时候回程，就因为评估可能会缺乏反飞弹这些防御系统，新的飞机虽然富丽堂皇，但是没有安全的这种基本的设施啊，才会紧急的换了旧机来回来。现在是 FBI 高阶认为泄露国家机密、国家安全，要办记者啊，李将军。我先解释一下哈，这是歼20，它为什么带的 P16哈？这个强在什么地方？原来 PD16这款导弹，因为它有这个导弹它也是一样有翅膀，它因为有翅膀，体积就比较大哈，所以那歼20它是属于隐身式战机，它这个导弹不能挂在外面，挂在外面就会破坏它的隐身性，所以它必须放在肚子里面弹仓哈。那因为原来的那款设计比较大颗，比较大，所以只能放4枚的这种 PD16。他现在把这个翅膀折起来，应该是折起来，应该不是取消。他把它折起来，发射出以后，它才弹开来。那折起来以后，这个直径就变得比较小，所以它现在一次弹仓里面可以放到六枚哈。6枚来讲的话，那跟4枚多了将近1/3的打击力量。当然再加上它射程可以到300公里，它可以直接打击所有战机后面的这种高价值目标，也就是预警机或者是加油机哈。对美军来讲再加上它自己本身这个歼20是隐身性的，它可以接近到你很近以后，你可能还看不到它。它导弹一放出来以后，再打300公里，可以将后面的这个预警机打掉。预警机被打掉以后，你整个空中战斗群来讲的话，你就眼睛就瞎掉了嘛哈。再来我讲说这个林肯号，这个可能我们今天还是要柔性一点。我跟各位讲我举这个不要光看说是雄壮威武，多少炮弹，多少战斧型巡弋导弹，这个航空母舰战斗机有多强，你知道这个不管是操作这些武器，到最后还是人心是肉做的。这些官兵207天这个没有靠港休假，你知道什么感受吗？我可以感同身受。为什么？因为我在外岛我就知道说是这么多天，我不只是在金门，我在什么大胆岛啦，那个岛上面连个老百姓都没有，都是只有我们官兵一待。我跟你讲，待3个月，你不要说207天，待3个月90天，那阿兵哥就受不了了。你知道，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都听说一个成语叫四面楚歌。四面楚歌是项羽跟刘邦在征战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因为这个楚军来讲，他们想家，就刘邦就在旁边唱他们用这个楚音来唱
家乡的歌给让这些官兵听，这些官兵一听到以后，听到家乡歌，马上心就软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想家哈。那另外我在讲这个，除此之外，你知道戍守外岛在这个船上面，你知道想家有什么会到什么程度吗？我们古代的诗词里面，譬如说是这个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就是描写在战场上面他想家的那种无奈的心情，那只能在那个地方借酒消愁。那女生家属不会想先生吗？当然会想先生啦。我们诗里面也有一句哈，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辽西什么地方？就是打仗的地方嘛。所以说，不管是家属或者是在外面这个征战的官兵，他们都会有思乡之情。那现在林肯号很明显，他如果207天这些官兵没办法回家哈，这个没有那想念家人。其实我们在外岛，我们一般带兵最担心的什么事情呢？像这种事情最担心的就是兵变嘛。我想说我在电视机前面观众，如果说有在外岛服务过的，应该都有这种感同身受。如果说这个时候不只是兵变，万一家里面这个太太生产啊，或者家里面有人生病啊，其实都会想家。那如果说这种情绪就会造成士气的低落，士气低落的状况下，你美军再怎么打仗，你再有再强的航空母舰，我跟你讲，你战力也是归零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伊才刚刚谈完和平，那么60天其实还有一点时间，但现在看起来开始又第3度的互轰，看起来很难有真正的和平啊。这已经是第3波了哈，从7月10号、11号，然后你看到最近的这一波，美国跟伊朗就不断的在交换相互的这个攻击，然后呢轰炸。那我觉得3个东西了，第一个，他们现在打消耗战，因为美国觉得我消耗你的军事的库存跟能量，然后呢，你还有这个能力再打我们吗？结果没有想到，伊朗就是不断的，还很针对性，也很精准，跟他在过去战争的时候一样，也针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国家，而且可以挑着打。那第二个呢，他打什么战？封锁战。伊朗就持续的就封锁荷姆斯海峡了，美国也封锁伊朗的这个油田，美国也封锁伊朗的整个经济。希望伊朗内部因为经济的压力，是不是出现所谓的内乱？所以这个东西能够在短期出现任何变化吗？我觉得很难。那第3个打什么战？意志战。也就是说，现在在谈判期间，川普是用极限施压，也就是他就是要你荷姆斯海峡全部开放，而且不能照伊朗所规定的航道，或者是收服务费，而且要你在浓缩铀上完全承诺，甚至要放弃。那伊朗说，浓缩铀维持民用的核能是伊朗的民族权利，所以呢，他也不愿意放弃。同时，他就坚守荷姆斯海峡一定要伊朗有所管制的能力。那这2个最大的这个差别，一个是荷姆斯海峡，一个是核武，就使这个谈判呢就拖下去，整个停顿。那川普在伊朗国上的时候开始第1集，然后伊朗马上也回应。我觉得现在大家看起来，跟油价跟股市有一点脱钩哈。不过还是要小心，这种所谓的战争边缘交火冲突的长期化，它还是有可能会扩大。虽然不至于变成全面战，我也不相信美国会打地面战，但是呢，它这种长期化的冲突哈，如果有一方意志这个太过于强硬的时候呢，说不定它可能会擦枪走火，变成一个比较大型的。我觉得到最后呢，可能还是慢慢的会回到谈判桌，可是永远会持续长期化的这个对峙跟交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的新闻自由一向被认为是先驱，但这几年川普2.0以后，现在查办记者又一桩，就是要办为什么泄密空军1号不安全，跟台湾那还像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模样。川普最近窝囊了因为前2天法院判决有一个作家控告他强暴，那已经证实是有了
川普提出上诉，已经被驳回，要求你要赔500万。哦，在台湾如果是涉及的这个案子，可能要坐牢了。哦，那川普500万美金。哦，那另外一个案子，他本来他要在那个就是一个音乐厅里面要放他的那个，被法院驳回，法院连这个都要驳回一定是人家不爽去告去法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甘乃迪音乐中心的这个情况，所以川普其实很窝囊窝囊到什么地步？他认为我上任以后，各国都来朝拜我天可汗然后卡达送给他空军1号这个飞机，这飞机金碧辉煌，不用讲，4亿美金。等于说台币120几亿不得了，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就没有安全，没有安全设备，没有安全设备被打下来怎么办？